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来宾陈立伟、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陆军退役上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火线话题我们要赶快特别来关心，现在川习会正式进入到了倒数阶段，我们来看到习近平现在手中掌握了哪一个重要的筹码？今天的火线话题3个问题，我们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习近平现在最新抢先祭出了一个全新的稀土管制，变得更为严格了，这是他接下来重要的谈判筹码，还是干脆直接跟川普下个马威呢？这是第一题。第二个问题来关心的是，现在川普眼中死盯着这些 AI 高阶晶片的制程，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早就已经悄悄的切入到成熟制程领域了，这是习近平在现阶段一个新的战略的方向吗？接下来会靠着垄断这些低阶的晶片来反掐，不管是美国的经济或者是在军事领域上面的发展吗？最后今天也会关心美国的晶片封锁这么多年了，但是最新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反而养出了华为，成为现在辉达最大的劲敌、最大的对手。美国的战略是不是彻底的失败呢？今天3个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答。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的消息，中国大陆的11长假才刚结束，马上大陆的商务部抛出了最新的重磅消息，宣布来看到是针对稀土出口管制要来做一个更严格的管制哦。它的理由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国家的利益，所以接下来会有哪一些限制呢？首先，只要是跟军事用途有关系的这一些高阶的晶片，包括了这些出口的管制上面，都会不予发放哦。再来就是针对这些高阶晶片跟 AI 也会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了。这当中涉及到了14奈米以下的逻辑晶片、256层以上的储存晶片以及相关的制程设备材料全面管制之外，相关的 AI 的研发，如果潜在军事用途，也会来做逐案的审查。等于现在北京直接把稀土给武器化了，升级到了这些高阶晶片的层级。等于也掐住了全球的半导体的咽喉。大家在关注了10月底，马上就要到了川习2个人见面。习近平现在最新的出手，是不是在给川普一个下马威？中国现在掌握手上的这个稀土王牌，就能逼美国让步吗？接下来对全球的高阶晶片的影响又会有多深重？委员怎么看？我们先讲稀土是什么东西哈？稀土其实就是14种元素。我们在化学元素表里面底下那个就是所谓的稀土元素，然后稀土元素呢有15种叫镧系元素啊，这是最底下那个，再加上2种叫抗跟乙，总共17种元素。这17种元素里面，镧系元素的15种，它有个特色，前面6种就是原子序比较轻的6种啊，跟后面比较重的9种，比较轻的这6种就是轻稀土，比较重的。后面这9种就是所谓的重稀土，那再加上抗跟乙所以重稀土是8种，然后这个其他的就是轻稀土。那对于中国来讲的话，轻稀土主要生产在包头，就是内蒙古到宁夏那附近那附近。那重稀土主要是在江西主要在江西。而这整个来讲的话做武器是重稀土才用得到重武器用得到，轻稀土倒是很普遍，所以轻稀土的价格并不贵价格并不贵但是在全球产量方面轻稀土中国大概有占了将近差不多70%，占了将近70%然后这个重稀土方面中国大概占了99%，所以在重稀土方面，中国有议价跟管控能力。那今天列出来的要管的基本上是所谓的重稀土，那重稀土可以做什么？就是厉将军很喜欢讲什么雷达这个什么这个导弹的弹头战斗机的哪几个重要部位那这个轻稀土一般比较常见的就是有一些一般的电池但是要用比较高档的电池就要用到重稀土，所以它对于半导体对于晶片对于武器对于这个汽车等等都很大的影响力，很大。而且最主要是中国的产量这么大，你看70几个%轻稀土，99% 重稀土，
这个都有很大的市场影响力。那以前中国对于这个稀土出口啊，原则上是管制军事用途、国防用途。那对于半导体用途，它没有管制。那现在 AI 需要半导体，所以如果这么一咔嚓管住的话，那对不起，中国就有谈判筹码。我给你多少稀土，你给我多少 AI 晶片，我给你什么，你给我什么。所以这个表示中国对美国跟全世界开始用稀土谈判。要我们就来换啊，你要扣我高关税，我就不卖你。看互加互，看谁撑得久。这主要的是一个新的贸易的战略哈。那高阶晶片呢，影响了很大哈。大概他讲对了，14奈米以下的逻辑晶片跟这个记忆体晶片256层以上的记忆体晶片呢，都需要这种比较重的稀土哈。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做不出来啊，我们做不出来。那所以会卡住所有的这些半导体厂商。不过不会卡到中国自己的武器，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武器都是用28奈米的，因为武器就是一丢就丢掉了，不像那个什么 AI 的算力中心要一天到晚用，一天到晚用，所以要用的那个奈米数比较小。但是武器、汽车都是用28奈米，这一部分影响比较小。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场在晶片战，中国大陆已经从这个原料着手，从稀土就开始卡美国的脖子。除了从稀土着手，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在川习谈判会前，现在还有其他的隐形底牌，就是放在成熟制程晶片上面了。我们要来看到，相较于美国，现在其实主要都是在往高阶制程16奈米以下在扩张，但是大陆我们可以看到反其道而行，尤其是在今年，他不是宣布了吗？新建3座的晶圆厂，重点都是放在这些成熟制程的领域。不管是中芯国际或者华虹集团等等大厂，他们在扩张的时候，其实采用的这个策略都是一致的，就是往低阶制程来全部的布雷。同时，我们也要来看到这个画面，请导播帮我们 take 一下《金融时报》的最新统计，在成熟制程领域，中国大陆在2023年是占比33%，台湾是领先在42%。但是我们看到了2027年，预估大陆会上升到40%，台湾降到36%，等于到了2027年，大陆会翻身世界第一。接下来，大陆等于会掌控非常重要的成熟制程领域。那美国可要担心了，因为现在根据统计，66%的美国的进口商品都是使用大陆的成熟晶片。刚刚成熟晶片的委员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不管是用在汽车，或者是用在家电，或者是用在不同的领域其实都是用成熟制程。那包括武器。那其实还有电动车啊、F16战机、爱国者等等，这个影响的层面被视为是更为致命的。所以大陆未来是不是可能靠着这种垄断的手段来去控制住在整个成熟制程领域？那川普盯高阶是不是就要失效了？厉将军怎么看？当然我们都知道说成熟制程跟先进制程，我们概略是以28奈米为一个界限。如果说是小于28奈米的制程，我们称之为先进制程啊。如果说是在28奈米，我们都当作成熟的一个制程。那顾名思义，成熟制程的晶片，它制造的成本比较低，而且这个工序也比较简单。最重要的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它比较耐用因为已经成熟了。我们知道，包括汽车或什么，如果说是像这个汽油引擎的汽车来讲的话，我们都认为比较成熟的技术，比较不容易出问题。那这个28奈米也是一样它是成熟的制程，所以它非常的这种耐用第二也不容易发生这个问题。第二个来讲的话，它用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反而这些都需要。那从这个拜登政府开始，他对中国大陆实施所谓的科技制裁，那主要就是指晶片。但是美国绝对没有预料到，反而中国来讲的话，在成熟晶片的这个区域里面它大量的生产跟制造。那中国有哪一家公司在生产呢？我们都是耳熟能详的，除了中芯国际之外另外还有一家叫华虹的它也在这个制造这种所谓成熟晶片。它不但制造够自己用，它还可以外销。那去年来讲的话，它光外销的金额就高达140亿美元这么多甚至于里面有66%是输往美国的，所以这绝对是美国原来意想不到的。那为什么中国大陆它在成熟晶片制造可以这么快速，而且生产速度这么快？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呢。第一个来讲的话，它是用 DUV 的这种这个摄影机来光刻机来制造的。那 DUV 在之前来讲的话，美国没有想到，也没有对它实施管制，所以它
买了很多的这种 DUV 的光刻机。第二个来讲的话，它这个在政府扶持之下，就是我们知道晶片的代工本来就是需要高资本、高技术，所以它有高资本啊，这政府集中这个资本来扶持它这个工艺列为国家的重要的一个工业之一哈。第二个来讲的话，它有广大基层的科技人才可以供它使用。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其实在工业七子这些高科技的学校人才培育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尤其是只是制造、成熟制程。第三个它将成本压得很低，它压到多低呢？比如说是我们讲制造成熟晶片所需要的碳化矽晶来讲的话，在前年来讲的话，一片的价格还是$1500，它已经可以压到只剩500块，也就是大概只剩下1/3的价格，所以它成本压得很低，它当然来讲就可以大量的这种生产，同时制造可以外销哈。那后续来讲的话，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前一阵子这个中国大陆讲了，对美国的晶片它反倾销，这个反歧视那证明说是所谓反倾销就是言下之意就是我不再需要你美国这个卖晶片给我们了，我们自己能够制造，所以说我不需要你再卖给我们，但是我要的是先进制程，所以它反歧视，就是你不可以用这种高阶晶片，认为说我就不能用这个高阶晶片，所以它反歧视指的是高阶晶片。但是我觉得后续来讲的话，这个中国大陆它的这种在晶片技术这个不断的先进之下它后续来讲，可能我觉得慢慢会从成熟制程慢慢精进到从28奈米到14奈米甚至于更精进到7奈米。现在来讲也已经做出来了，那假以时日来讲的话，我想它突破到先进制程，应该是假以时日它是可以做得到的。好，所以美国眼看中国大陆不管是在持续的发展它的这个成熟制程，甚至往这个先进制程的方向一直不断的迈进，当然也很紧张了。其实，在美国内部出现了2股势力，一股就是觉得说，你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对中国大陆做这么多的管制，根本就没有效。但是有一些人说不对，应该要持续做更深、更严格的管制才对。那最新我们来看到，确实在美日和在前几年针对中国的管制之下，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揭露是来自于跨党派的报告，美国自己揭露的，说2023年大陆的企业竟然是合法的买下了1.2兆新台币的这个先进晶片制造设备，代表说你美国的封锁根本就存在一些漏洞啊。那国会议员就说，是不是应该要管得更严格才对呢？当然了，也有人认为说不应该管得这么严格，就是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了。他说，你再养的话，你再管的话，美国只会这个被中国大陆给追上。他说，中国现在只落后美国几奈秒而已，我们现在是养出更恐怖的对手。另外就是美国的白宫 AI 主管也认为说，放宽禁令才是保持美国领先的一个重要关键。赖老师怎么看？管制只是要制造障碍，让你跑慢一点，或者让你跌倒然后最好你就一蹶不振，不要再爬起来了这个就是为什么要管制嘛。那但是问题就是管制有时候对有些国家有效，例如说对日本就有效，日本就衰落了30-40年，到目前为止就起不来，在半导体这个领域，还有在整个经济，但是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是绝对无效，因为中国是一个饱受外国侵略的一个国家，而且呢是在抗战的时候尤其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起来跟他对抗，那你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这种不服输不肯投降，而且不屈服的这种精神一直还在。那这种精神，你越管制，你越设障碍，中国的抵抗的决心就越强，中国抵抗的意志就越坚定，而且中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这个心就越强。反而也就是说，目前美国对中国的这种管制，反而刺激了中国人更团结。过去中国我们常被人家讲说一盘散沙，在和平没有这个外面压力的时候，我们可能各自为政，各搞各的但是等到外敌压迫的时候，大家就团结了。这一团结，这个力量就不得了。还有就是我们可以不眠不休的，也就是我的实验室或者我的工厂、我的研究院24小时灯光都开着，我的人员可以轮班休息。但是我的实验室、我的研究不会断，那这代表什么？时间在压缩。黄仁勋的压力很大，黄仁勋自己知道自己的优点在哪里，也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为什么说黄仁勋的压力很大？黄仁勋本身他没有这个晶片制程的能力，他要靠台积电也就是说，
他可以设计一个 AI 晶片，可是他没办法做出来，他要靠谁？靠别人做出来。可是中国大陆的华为自己可以做，这个阿里巴巴自己可以做，对，而英伟达没办法。黄仁勋的晶片要卖给别人用，而中国的华为也好，或者是这个阿里巴巴，它的晶片卖给自己都可以用。对，这个所以黄仁勋自己知道，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他迟早被中国大陆彻底打败。更何况科学的东西、物理的东西，谁掌握到这个原理，谁掌握到突破的这个关键技术，谁就拥有这个能力。这不是一个伟大的，也不是一个神秘的东西。对，这不是艺术啊，这是科学啊。科学都是可以突破的，跟艺术是不一样的。是，谢谢赖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观众朋友，今天最新消息，赶快来看到这个是财经哦，黄金已经冲破了4011美元大关，美元霸权现在呢被视为是即将要崩塌。等一下我们会来关心。另外是中国大陆这一方面疯狂的囤金抢位子，还有就是接下来要关注的 AI 是否泡沫化，引发全球的大海啸呢？我们先来看到今天会来回答的3个火线话题。第一个，金价啊，在今年真的是狂飙，正式的突破了4011美元，年涨幅竟然高达52%。大家在看说，这是因为这地缘政治太紧张了，美元地位不保了，所以成为避险天堂吗？还是说这个是在衰弱前的末日警钟呢？因为确实也有经济学者提出这样子的一个示警。第二件事情来关心的是，中国大陆现在不断的囤黄金，而且去美元，美元霸权现在也看起来有逐渐松动的迹象了。新霸权难道真的会换人当吗？会是中国吗？第三件事情 ，AI 热潮真的大家已经看到这个是狂烧哦，会不会成为下一颗的泡沫炸弹？而且会不会在今年2025年就爆发呢？今天3个问题我们都会一次做解答，赶快来关心哦。在10月8号这一天，金价突破每盎司4000美元历史新高，年涨幅刚刚说了52%，已经创下了1970年代以来最大的单年的涨势了。原因是什么？3个，我们先来看。首先第一个，美国自己内部先乱了套哦，让黄金大涨。首先，政府停摆已经到现在2周了，很多的经济数据都延迟发布，恐慌情绪对于这个投资人来说是在急速的上升当中。再来就是川普的关税一直反复不定，让美元指数今年暴跌幅度超过了8%。全球在封黄金的时候，同样抛售了美元，倒是人民币有逆势走强的迹象。美债的部分，我们来看到彭博也示警了，停摆只是暂时压住美国政府的关门，一旦重启，他认为30兆美元的美债债市随时都可能爆雷，这个导火线都让美国自己先乱了套。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到结构性的转向，美元霸权正在松动吗？因为全球的去美元化正在加速。来自于 INF 最新的统计，美元在全球的这个外储的比例从2000年的70%，现在竟然只剩下57%了。金砖国家甚至啊，很多人都不再用美元做交易了，改用自己的这个体系、自己的系统来做交易。包括了俄罗斯跟中国，干脆也都是直接使用人民币或者是卢布来做交易了。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外部力量的推升，让黄金价格上涨。当然，就是因为现在全球战火连天，不管是俄乌战争、以哈战争，或者是可能发生的台海等等，都加深了投资人的避险情绪。那么中国大陆一方面持续的囤黄金，中国力量也崛起。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连续18个月是大买黄金，它的储备已经飙到了2300吨，黄金在外汇市场的占比已经升至7%了。再来就是大陆的债市同样是大爆发，瑞银估计大陆的债市市场规模会达到25兆美元，仅次于美国，接下来成为另外一个资金的避风港。好，所以第一个问题来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哦？现在黄金飙破了4000美元，到底是避险天堂，还是美国经济衰退前的警钟？投资人可以继续投资吗？黄金涨势现在到中升段，还没有到最终的尾巴，所以目前来讲，黄金价格还会再继续涨。第一个回答你的问题哈，就是
传统上我们在避险的时候，第一个想到是美元，不会想到黄金。但是因为美元的信用开始崩盘，去美元化的过程开始了，所以啊，能够取代美元的一种作为一个避险的，我讲避险功能只有黄金，没有别人，人民币也不行，日币也不行，欧元也不行，英镑都不行，货币都不行，只有黄金，所以黄金才会在这一波的，因为美元失信之后的唯一的替代物就是黄金啊。那这个是黄金大涨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为什么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当天，我就喊买进黄金，道理在这里。他喊个老半天，只有李将军有听到，其他人都没听到。那个我们现在为什么叫美元的？它有很多人用美元霸权，其实不是啦。因为美元之所以会成为有这么高信用的东西，是因为2次大战以后，美国政府宣布。每32块美元换1盎司黄金，是，所以如果不跟黄金挂钩的货币都不要买，都不要，不管它是人民币、日币、美元、欧都一样，只要不跟黄金挂钩就不要。所以我在2022年一直在请中国大陆人民银行用人民币跟黄金挂钩，他们偏偏不听啊，没办法啊，所以失去了一个成为人民币霸权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好，那我们来说一下啊。美元为什么信用会崩盘？就看上面那个政府停摆啦，关税反复啦，什么美债暗潮汹，美债是不会暴跌啦，但是美元没有人要买，干嘛我买美债呢？哈，所以这个一卡一卡，然后所以因为全世界的央行，大家以前习惯上拿美元，中国大陆自己也是拿一堆美元当储备啊，那现在自己知道犯错啦，我算过，中国大陆2022年到今天没有做正常的。黄金财务操作至少赔掉多少？赔掉4000亿美元，至少赔掉这么多。什么叫4000亿美元？就400艘航空母舰，这样好吧，不骂他了哈。然后这个金砖国家，其实金砖国家主要是中国跟俄罗斯啦，因为俄罗斯它不能用美元嘛，所以它只能用人民币嘛，哈，所以它用人民币是很必然，用卢布啊，看算了吧哈。所谓如果你脑筋有洞，才去买印度的卢布哈，是这样。那所谓的其他的战争，其实最主要战争是这样：只要有钱国家发生战争，这一次美元最大的失算是什么？去没收俄罗斯富豪跟俄罗斯政府的美元存款，所以使得中东国家，我干嘛要把钱存在美国银行啊？是，那全世界你传我，我传他。大家逐渐的降低美元存款的比例，那降低要干嘛呢？就要买什么？要买黄金嘛，黄金，因为黄金全地球上的存量只有27万，应该27万吨，就这么多啊，然后只剩下6万吨还没开采，那6万吨20年内开采就没有了，所以全部，而且这个比例啊，央行总共才只有18% 而已。20万吨里面18% 在央行而已，那其他都在大妈、小妈，还有投资机构的手上，还有一部分在我们丽将军的手上啊，对，所以这个没办法，这已经造成这个一个基本的现象。那可是我觉得中国大陆新一代的财经官员比他们前一次代的聪明很多了，他知道黄金。是未来的最重要的货币工具，所以他现在采了一招，就是说，在上海市黄金交易所，如果你有太多人民币的话，你可以到人民币，以前用美金才能买黄金呢，现在用人民币可以到中国大陆来买黄金，那黄金就在香港交货，用香港的黄金金库给你，那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你不相信上海，你总该相信香港吧？所以用香港的信用加上黄金的信用，使人民币跟黄金挂钩，这样一来以后接受人民币的人就越来越多因为进口商也有中国进口商不用拿美元了，我直接拿人民币跟人家买东西。那如果对方的人民币太多的话，他怎么办？他就去买黄金，黄金就放在香港，这样他也很安心了。所以黄金跟等于是，比如说以沙特来讲的话，他收人民币，然后他卖石油给中国。然后这个人民币他放哪里？不放心放在中国人民币银行存款啦，就去上海买黄金，黄金就储存在什么？在香港。那香港他随时可以搬走他要卖黄金，也很方便啊。那卖黄金，全世界搞不好可以换成英镑换成这个是美元所以这个黄金的风潮已经来了。我再跟大家讲去美元化的替代品不是人民币，一定是黄金。
好，所以黄金后市的走势还是持续备受看好的。确实，现在有很多的金融界的学者，这些经销商、黄金经销商都是持续看好黄金的。我们来看到几个人，第一个还会飙5年哦，还会厉将军还会飙5年哦，是要抱好，抱在手上抱好。这位是来自于黄金的经销商，他这样说的。确实，现在都是长期的投资人，所以至少他说还会再飙5年，这是第一位。再来就是这一位是桥水基金的创办人，他认为说这个应该至少将15%的投资组合继续的配置给黄金，因为他仍然是看好黄金的。当然也有金融大鳄，他是不看好的，他认为说一年暴涨50%太多了吧，是不是要衰退了？那我们再来，他衰退讲的是经济衰退哦，经济衰退，它不是黄金衰退，而经济越衰退越需要避险，越需要避险，黄金涨越多，黄金就会继续涨。好，那赖老师，我们又怎么继续看哦？就是现在看到说一边是黄金涨，另外一边是美元霸权的衰弱，我们要再看说会不会接下来取而代之的是新的霸权，不管是中国大陆人民币等等，你怎么看？我觉得中国大陆要取代美国的国际金融的地位啊，这条路还很漫长啊。要取代的话，这是一条漫长的路。其实美国的所筑起来的长城也不是不会短时间，2022年要是照我那个版本，它今年已经取代了。哦，没那么快，你这个取代没那么快。没有啊，它就直接黄金、人民币跟黄金挂钩，还是没办法，没有全部挂钩就马上起来。因为美元的占比太高了，那人民币现在目前的占比大概在8%嘛，有成长了啊，已经压迫到这个英镑了，所以英镑的压力越来越大了嘛，也就是人民币已经在压迫的英镑的国际地位了，那开始往欧元的方向在迈进了，美元是往下走，因为美元是掉得很大啊。但是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啦，美国当初能够把这个美元成为国际的主流货币啊，它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时空环境，那个时空环境就是2次的世界大战，2次的世界大战战后的重建，战后的重建，你看整个欧洲的国家打烂了，啊，亚洲的国家也很多都是经过战争的蹂躏，那这些国家要复苏要重建，你要靠谁？你要靠的就是美元，那靠的黄金作为一个这个金总位的一个货币嘛，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也就是透过这个计划透过这个美元的，把美元就进入了欧洲，美元也就进入了亚洲，所以组成了一个美国的一个金融霸权地位。那接着美元原本也是跟黄金绑在一起嘛。可是当他看到这个整个工业的生产的时候，石油的价格就是黑金嘛更重要，所以他就转移把它跟这个石油挂在一起，那就把它绑死了。对，那所以美国有今天的一个霸权地位，事实上它是有它的时空环境。中国大陆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战争，你要取代美元，那所以这条路是要靠着你的强大的工业生产力。那目前大陆有这个具备有这个强大的工业生产力。所以我觉得，再加上中国大陆的绿能、清洁能源的输出，已经从去年到今年都超过美国。去年超过美国300亿美元，今年上半年1到8月已经超过美国400亿美元。这代表什么？大陆的绿能的输出，其实也让中国大陆的这个人民币那么赶上当然取代还有一段路，赶上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事情。好，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看的是货币嘛，不过我们也来看一下，那这个股市 AI 是不是可能会有泡沫化，成为金融核弹哦？因为现在来自于哈佛学者最新的说法，他说 AI 公司烧钱买这个辉达晶片，但是收入都远远追不上，他认为这可能会跟2000年的网络泡沫一模一样。那厉将军怎么看？当然我认为不会不会形成泡沫炸弹，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蔡委员讲的蔡委员那时候有教我。这个 AI 不会变成泡沫。那第2个原因，我个人是这样认为，我觉得 AI 是人类的未来。那人类的未来一定会持续的在往前进。我们知道，人类第一代的工业革命就是发明蒸汽机嘛，然后带动人类到现在为止，这蒸汽机这个机器并没有停下来，而且不断的在精进。不管用在轮船或者是以前的火车等等来讲。很多的工业的机器制造还是需要蒸汽机。人类第2个工业革命是什么？是瓦特发现了电这个功能。那现在来讲的话，电我们也没看到它形成一种泡沫，
反而越做越精进。人类对能源的需求已经从很单纯的烧煤炭，然后到烧石油，到现在转化成电力。第三个，我们人类的工业革命是电脑是电脑时代来临，电脑取代了很多人可以做的工作，也让人类向科技方面跨进了一大步。那我认为未来人类第4次的工业革命就是 AI 的革命。那当然投资了很多的资本在这方面，或许会不会形成一种过度的投资，我们可以去这个再去讨论。但是我觉得 AI 这个脚步在未来人类来讲的话，不会停下来的。好，谢谢李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观众朋友，今天在军事上的消息，赶快来看到的是加拿大的这一次的军机又再次的闯入这个东海了。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解放军这一次有哪一个反制的方法？这又是这一架大家所熟悉的加拿大皇家空军 CP-140极光海上巡逻机。我们看到了这一次又出来了，打着是监视北韩走私的这个旗号，悍然的闯入了东海的空域。他说这个执行的叫做霓虹行动，要监视北韩的走私，接着就逼近了大陆的防空识别区，甚至一度是压到了钓鱼台最东端的无人岛的上空。这个时候，大陆赶快紧急出动了它的苏30的战机，伴飞30分钟，但是仍然看到这个加拿大它的飞机、它的军机仍然是不愿意撤离的。于是最后我们看到大陆是出动了它的歼16战机，并且在上面挂载了包括霹雳15跟霹雳10的导弹。近距离的来做拦截，双方当时根据了解，最近的时候只有60公尺的距离，这是中方的这个底线的一个宣示。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加拿大做这样子的动作早就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过去在这几年都可以看到它不断的在测底线哦。我们先来看到这几年，2022年的时候，当时一架同样又是 CP-140进入到中国大陆的中国的东海的上空，被歼10近距离伴飞之后驱离，双方当时甚至距离不到5公尺。2023年，同样他又打着监视北韩船只的名号来接近，被歼16挂实弹给逼退。去年2024年的时候，5月，他更是军机抵近了南海这边，说要做侦查，被解放军以警告弹道来做锁定。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来请教赖老师怎么看加拿大这一次说是带美来探路的行为，好像看起来越来越频繁了。那么接下来这样子的一个抵近侦查，是对于解放军来说进行情报的刺探吗？还是他不断的在讲述这个中国威胁论的理论？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在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成效比较大，然后情报收集的效果比较低，因为他知道解放军的雷达一定可以看到他，解放军的战机也一定会去把他驱离啊。但是他明明知道解放军都会来，而且都看得到他，那他为什么还要来？那这个就是预期你一定会来嘛，所以我就故意让你来，来了以后我就可以渲染制造，因为美国人。我觉得背后的一个引武者都是美国了，基本上加拿大不是一个咖了啊，但是加拿大会这样做，五眼联盟的国家都要这样做，那是美国的要求，那就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我先制造中国威胁这样一个概念，我先制造出来，接着我开始渲染，接着我就再透过这种摩擦说，你看这个就是事实，然后接着就让中国周边的国家。都有这种不安全感，因为中国的块头越来越大嘛，14亿人口的中国大陆，它的科技能力、经济能力，还有它的国际政治的影响力、外交能力，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军事实力。目前来讲，事实上上升到跟美国并驾齐驱这么的强大的情形下的时候，那怎么样能够制造周边的国家的不安全感？那就是去创造矛盾、创造摩擦。这就是一种渲染，然后接着开始透过他的官员到处讲，还有透过他的智库到处讲中国威胁论。那一旦很多国家啊，这个尤其是脑袋像猪一样的那些国家啊，如果就相信美国人说，哎呦，中国有威胁了，那他就是要不就是脑袋像猪一样，要不就是他故意装成猪一样。为什么？因为各位想想看，
目前来说，从2次大战以后啊，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大陆没有去侵略任何一个国家，即使它目前这么的强大，它完全可以靠力量，打败韩国、打败日本、打败菲律宾、打败任何周边的所有的国家，甚至要统一台湾，它有这个能力啊。但它为什么不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不愿意采用美国人的这种手法。你看，美国人强大了以后，就打阿富汗、打伊拉克、打叙利亚、打利比亚，现在要打委内瑞拉。对。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说美国威胁论？就是因为中国大陆没有去制造美国威胁论嘛。可是美国人一直在制造中国威胁论，那目的很简单，就是让周边的国家感觉到恐惧。然后他们感觉到恐惧以后，他们就愿意就是让美国人去驱使。然后增加他们的国防经费，台湾的那些人也是如此嘛，就是都在演戏，演这么一场猴戏来增加国防预算。是好，我们刚刚特别从这个军事外交的角度来去解析加拿大这一次的动作。不过我们也来实际看一下这一架飞机好了，因为被说是它可能是歼16 AI 的制胜版本，它跟传统的版本开始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变化。说这个后座的座舱是空的，代表的是传统双人机组可能已经被 AI 协同作战的系统都给完全的取代了。那接下来就可以做的就是人机协同，还有无人机蜂群一起来做，将使得空战节奏可以全面加快。委员怎么看？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歼16，它是一种双座的重型战机，而且可以携带很多的武器，所以外号叫做炸弹卡车。那这一款呢，有2个人，前面的当然是主要飞行员，后面的叫做武器系统官。那武器系统官做什么用呢？第一个，他要做搜索；第二，他要做锁定；第三个，他是攻击。那这个有什么差别呢？第一个，在搜索的时候，它可以用这个各种雷达系统来搜索，可以跟地面联系可以跟很多的你找得到的自己的这个这个雷达系统来追踪敌方的这个目标。那第二个呢，就是所谓攻击。那你攻击的时候，你要选择怎么锁定。那锁定好了以后，你用攻击的时候，你要选择什么武器？到底你是要用反辐射这个飞弹去打这个雷达，还是你要用巡弋飞弹去打这个什么地面上的目标还是你要用这个精准炸弹，或者说你要用这个空对空的飞弹？那空对空的飞弹，你要用近程的这个霹雳10还是中程的霹雳15？都是武器官在很短的时间做选择然后在攻击的时候，你还要不断的把目标的变动的数据从各个地方传来传出去，互相去搭配这个是整个的武器系统官做的事情。可是同时的，它在所谓的操作的武器里面还包括什么？包括无人机，无人机跟它可能同时在进行，而且它能够做敌我识别，不要打到自己所以敌我识别系统通通在这个所谓的武器系统官的控制范围里面。那当然，真的要攻击的时候，也是由那个前座的飞行员下令的，可是他先准备好。那现在已经进展到一定程度，就是歼16这个后面的武器系统官有局部的功能，已经能用 AI 系统来承担这个任务，所以比较轻的任务不是太重的任务，比较轻的任务啦，基本上就可以由 AI 系统来取代了。但是如果真的很繁重的、很激烈的作战，可能还要武器系统官亲自上场。这个就是2个的差别。但我们知道，终有一天这个武器系统会取代武器系统官，这可能性是会出现的。那现在中国大陆已经进展到这个程度了对。那美国还没进展到这个程度，美国还没有没有。那以目前被这个找到的资料呢，那它的确是已经面板都换成那种所谓的 AI 系统在运作的面板了。那就表示说，它真的已经实验过好几次，才飞出去恐吓一下加拿大的军机。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大陆这个空中战力歼16的这个升级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来看到它的海上力量同样有在做升级，这是来自于央视官宣的最新消息曝光。我们赶快来看到这一架，它是最新的隐身攻击
级无人机攻击2-1正式的部署在福建号的航母上面了，代表大陆的海军正式的迈向无人化的舰载战力时代。未来甲板上大家很期待是2架，包括了刚刚提到的攻击2-1，这个是无人的嘛，那再加上歼35隐形战机，大家就在看出它是否可以一起同时出击。那如果未来组成了所谓的空中刺客，再加上歼15T还有空警600在后方支援，美军挡得住吗？厉将军怎么看？我们都知道，在俄乌战争之中，我们发现了无人机已经改变了陆上作战的一个格局哈。那海上无人机来讲的话，也势必会改变海上海战的一个格局。那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比如说，我们以这次攻击21来看的话，它是这个福建号跟076的舰载机，你看它的这种作战半径就高达1500公里。另外第二个来讲的话，它因为体积比较小，它翅膀又可以折叠起来，所以它在这个这个比有人机来讲，它可以携带的量更多哈。那1500公里的作战半径，那你就知道什么意思，就是整个航母战斗群的防护网就可以到1500公里。那如果说是在平时的时候，它这个飞行时间有6个钟头，它可以在这边这个整个来讲实施巡逻跟侦察哈，收集相关的情报，这是平常时候。如果说作战的时候，一旦发生有战情的话，它可以率先攻击，因为它是无人的嘛，所以就没有这个飞行员损失的问题。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们看如果作战的时候，它当然可以跟歼35搭配担任 A 射 B 岛的角色，它可以先其前出攻击。那另外来讲的话，这个攻击21，它有2个弹仓，总共可以携带8枚小型的这种空对空的导弹。那你想想，如果他在前面，他先打第一波，担任踹门者的角色，那歼35在后面，那其实后面还有一架飞机就是这次来讲，这个福建号上面所谓的空警600，所以很完整的可以构成一个作战的体系，就是 A 射 B 岛。那既然这个攻击21无人机这么重要，那美军为什么不做呢？其实美军有做美军之前发展的叫做 X47B 的舰载无人机。但是最后美军研发失败了，到现在做不出来。为什么做不出来了？因为它没有办法降落。你知道这个有人机来讲的话，因为飞行员他在飞机上面，他可以控制，他可以在这个降落甲板的时候是非常这个需要很精密、很小心、很仔细，而且是高超的难度的动作。飞行员的心理素质都要很高。那你想想看，无人机来做这种降落，它难度可能会更难、更高。但是所以美军那时候这款这个无人舰载机，他又放弃了，他就不生产了，他只能现在来讲的话，去这个川普昨天讲的嘛，他要生产第6代的，还是有人的舰载机那这为什么 B21可以做到呢？大家看一下，它有几个特征，它跟攻击师有两点不一样。第一个，它这个折叠的翅膀那边有个痕迹，有一条的折痕啊，代表它翅膀可以折叠起来，可以容纳更多的飞机。大家如果注意一下它的尾翼部分，就是翅膀尾巴那边来讲的话，攻击实际是2片，它是分成3片，可见的它气动布局可以更精密，可以更精准。所以那第3个来讲的话，大家可以注意，它跟攻击11做比较的话，它的翅膀是比较大，翅膀比较大，代表它的这种升力来讲就比较足够，那可以让它很安妥的可以降落甲板。所以就无人机这一段来讲的话，是改变未来海战的格局。但是美军来讲，到现在为止，他们自己还没办法研发出来。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今天我们要特别来关心的是大胆岛的这一场攻防战。我们的独家报道，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海龙气金门改守到澎湖地区去了，前线防卫战略大洗牌，到底怎么回事？今天我们会就战略层面来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解读。先来看到这个是最新的国军的一项人事跟防卫的调整，在军中引起了很大的震荡。国军精锐这个是海龙蛙兵已经完成了主力来后撤澎湖，这一支军队在过去被称为是台海的
台版的海豹部队的这个特战单位。原本呢，他们常年都是驻守在金门的，但是现在已经改驻到澎湖了。公开资讯也显示，现在澎湖已经重新被定位为反登陆战的远程封锁作战核心的训练区，也代表说台湾的战略防线已经全面的后撤了吗？尤其地理位置上面来看的话，金门距离厦门其实不到10公里，算是前线。但是如果说撤到了澎湖的话，距离厦门是100公里的位置，等于是180公里的位置，等于是整再多后退了100多公里哦。那美军同样的，他们的部队也不会到金门去协训了。接下来他们是否也暗示金防区已经不再具有实战价值了呢？海龙的移防澎湖，这是单纯的一个战术上面的调整，还是配合美方要放弃外岛，有这样子的一个战略？委员怎么解读？如果我讲不对，请厉将军修正哈。我印象中，这个海龙蛙兵是属于海军的2栖部队的征收营，陆军讲错，陆军的2栖部队的征收营，跟海军的蛙人呢是2个不同的团体哈。那原来啊，因为它是陆军的2栖征收营，所以它住在这个金门啊。现在如果放在金门，最大的战略意义是什么？它可能会变成俘虏，很快在第一个时间。因为金门就会被包围啊，就被俘虏，而且它最常的是所谓的征缩啦、特战啦、这个爆破啦，或者这些什么操作无人艇啊，这些东西哈。但是现在的战争已经进入重武器的时代，你看俄乌战争就知道，重武器压倒了一切哈。那在金门这么靠近厦门的情况底下，如果真的发生台海战争，第一个时间金门一定投降。没有第二话说，因为他完全没有存活的空间，马上会被包围哈。因为解放军已经不是1950年代那个解放军了。那再来呢？同时发生战争了，不会说先打金门，再打澎湖，再打台湾，一定同时3方面全部都打。那这种全部都打的一个状况底下，你那个精锐的部队如果不在澎湖来做反登陆的话，因为澎湖登陆跟台湾岛的登陆还有金门登陆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你到时候很快金门被俘虏了，其他地方就失去了这些部队了哈，而且是花很多精神训练出来的。那你在这个，其实我也不客气讲了，你即使在澎湖也没什么用啦，哦，只是大概澎湖被包围跟那个金门被包围时间不会超过3个小时，不会超过3个小时，全部被包围。那台湾岛反正会比较慢一点。是，好，那赖老师呢？我在救国军这个服务过，所以我们有一个成功队，就是属于这种蛙兵这种2栖侦察的特种部队。我在那边工作，我也跟他们有很多的，因为都是同事，很熟，因为我们是突击队。他本身在前线作战中里面，他负责情报收集，也负责刺杀，也负责颠覆，也负责爆破，当然也负责海上的救难。可是他一个重要的一个条件就在于，他要离对方很近，因为他的投送的一个载具是很小的船，很安静的船，气垫船，或是用很安静的船才能够贴进去。那你想，我们在外岛的时候，我们离大陆就是很近，所以他可以往前面去摸索，进入到对岸的这个海滩、上岸等等。那在金门也是一样，在救国军也是一样，在马祖也是一样。可是你今天撤到澎湖来，你的功能是什么？你如何进行情报收集？对，你如何进行爆破？你如何进行暗杀？或是你如何接近那个大陆那边？你根本都什么都没有了嘛。那它是一个我们讲的拳头中的拳头，是一个尖刀尖刀出去的部队，它不是防守性的。就你把它放到澎湖，变成守势的一个军队，这个军队它的功能跟它的角色就失去了。训练那么的严，训练那么的艰难，结果你训练出来的士兵，他竟然变成不是尖刀中的尖刀，而变成是一个防守的。我觉得这个功能事实上是很奇怪的，是会把它转移到这个澎湖来，我真的是觉得匪夷所思是不能理解。是好，那厉将军呢？我想大胆好了，我给各位看几张照片哈。第一张照片，这是在大胆岛上面的一个石头上面写的4个字“回头是岸”。那为什么会写“回头是岸”？我要摆出这张照片，因为我们知道
闽南地区很多移民到南洋去的，都是从厦门出海。从厦门出海，他都一定会经过大胆岛。那时候提醒这些这个准备移民的这些民众，跟他们讲回头是岸哦，你再考虑一下要不要去。可能此生一去以后就没有机会再回来了。那我讲这个主要是告诉各位知道，是大胆岛的地理位置，事实上是厦门航道里面必经的一个岛哦，所以它这个岛是非常重要。这个我给各位看一张照片哈，这张照片可能大家都有看过了哈。这是你？这是对，这是我，这是在大胆岛上面的一面墙，上面写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哈，这是在80年代的时候的新战标语。那这面墙代表什么意义呢？就是它跟厦门很近。进到这面墙，让厦门那边用肉眼就可以看得到。所以我这张照片主要表达说是这个大胆跟厦门是非常近。那刚刚前一张是说它的航道是非常重要，是大胆在这个地方非常重要。那接下来我讲1950年的时候，哈，这个大胆岛战役是怎么打的？大胆岛战役那时候，这个解放军总共有700个人，他们还特别看这个姓名学，选了一个指挥官，他指挥官叫包成，这场仗一定要打到包成哦。但是他那个包不是这个包公的包，是包正方的包哈，是另外一个包成。他那时候解放军不会登陆作战，他不晓得怎么样两栖登陆，就是他想法很单纯了哈，他。一个部队从这边登陆，一个部队从这边登陆。等一下我再给你看，这中间这个是一个沙滩哈，那这两边是高地，这个叫南山高地，这叫北山高地。他两个部队从这中间登陆，半夜的时候他这个抢滩登陆，一上来以后你知道发生什么状况？就是阿兵哥都非常紧张嘛。你说登陆抢滩作战，谁不害怕，谁不紧张？就看到前面有影子。他们就互相开枪了，那你一开枪我也开枪，就变成这两支部队都是友军，都是共军，他们在互打，后来打到一半以后，那时候已经伤亡很多了，在这沙滩上面已经伤很多，打到一半以后，他发现不对，但是对面是自己人，就喊停火，停火，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所有人都趴在沙滩上面哈，这时候大概凌晨3、4点钟的时候，都趴在沙滩，怕打到自己人就不打了。不打，这时候这个南北哈守军来讲，你看这个是蓝色的，南北守军营长是在南山这边，好，等一下我给各位看相片。他这时候他也不晓得北山通讯完全中断，他就叫他的传令兵叫赖声明，哦，从这边跑过这个沙滩到南边去看，说南边这个部队有没有被打掉，还在不在？然后如果说还在的话，说早上7点钟两边开始同时发起攻击。就赖声明就从敌阵中间跑过去，跑一个还在，营长交代说明天早上7点钟同时发起攻击，然后他又跑回来，他可以在敌阵里面来回跑2次，因为这个天黑状况之下，那种这敌情不明状况之下，其实而且大家都穿着军服哈，所以说他居然可以这样在这阵地里面来回跑。当然在第2天早上天亮的时候，南北同时发动攻击，然后将中间沙滩的共军就全部歼灭在沙滩上面。那我给各位看一下哈，这张也是我照的照片，这个是我在那边处理未爆弹所炸出来的一个效果，这是炮弹，是真的炮弹爆炸。那我照的位置就是在北山。这个思敏，你假如说你是指挥官，这时候你站在这边，你的视角看大胆岛就是这个样子啊，就这个样子。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是北山，这南山指挥所。那你想想看，中间这个沙滩这么浅的一个沙滩，那如果说是共军以现在来讲的话，他绝对不会再犯这个1950年的那个错误哈，他一定会用什么？第一个，他会用无人机来侦查你这个部署的一个状况、先例状况，他也不会用挖人上来，他用无人机就可以看。那第二个来讲，他直升机这边距离那么近，他如果说武装直升机，包括50过来，可能就对我们先期的做这个阵地攻势做一个攻击跟破坏哈。第三个，我跟各位报告哈。你知道这个距离我刚刚讲的距离大陆厦门只有4.4公里，4.4公里是迫击炮的射程呢，就是说用迫击炮都可以打5公里，它迫击炮都可以打得到。那再来，如果它登陆作战的话，以解放军来讲，这个沙滩其实用2栖登陆战车154的轻战车就直接冲上来，所以用轻兵器是完全没有办法能够抵挡住解放军的攻击。那最后我再讲一句，其实大胆岛现在因为时空背景已经改变了哈，这个岛在也没有当初的那种战略的那么重要，因为以前这个可能它是航道的必经之处嘛。那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大陆他们自己有新的航道可以走啊，所以说不需要再经过这个航道，所以它的重要性也不如像以前那么重要。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觉得说是这边的守军现在已经比较属于那种政治意识，就是说，比如说我还占领了这个岛的意义比较大了，是那军事上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好，谢谢将军。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现在菲律宾的内部受到了3个重击，所以在求中国大陆会不会求助无门呢？我们等一下会来关注，尤其现在内部又爆发贪腐等等的问题、政变的问题，小马可仕是否下台要正式的进入到倒数的阶段了呢？等一下都会一起的来做解答。赶快来看到，其实，在最近真的菲律宾遭受了3重的打击，不管是天灾，不管是人祸，甚至是政变。首先，我们来看到地震，这个才在最近宿务发生了6.9强震，震源深度10公里，甚至有火山喷发的问题。再来就是另外一场台风博罗伊侵袭菲律宾，造成10人死亡，也有超过43万人至今被紧急的疏散。我们看到在这么多的灾害当中，但是菲律宾非常的感到错愕的就是他们的重要的盟友，所谓的美国、所谓的日本跟澳洲，人都去了哪里呢？没有人来出手帮忙菲律宾做这一些内部的救灾等等的问题，所以现在内部就爆发了声音。马尼拉的街头有许多的民众在喊说：“中国能不能再帮忙我们一次呢？”菲律宾官方也喊话了，希望北京你可不可以做一个邻里的情谊呢？接下来我们等一下会请来宾来解读，那大陆的态度又会是什么？我们刚才看到，确实在小马可仕在过去这几年之间不断的在南海激起这个冲突，但是在这个过去的10年，大陆还是每一次菲律宾遇到难的时候，都率先雪中送炭来做帮忙。我们来看到，在2013年，当时海燕台风发生的时候，大陆就捐赠了许多的资金，甚至是医疗件哦。2017年的时候，马拉维爆发了这个恐攻的威胁的时候，大陆也提供了枪械、弹药等等去帮忙菲律宾的政府哦。但2020年，当时疫情爆发的时候，大陆赶快送了第一批的医药团队抵达马尼拉来送快筛跟疫苗。2022年，当时又爆发了另外一起台风，大陆也赶快用军舰物资来支援菲律宾。那这一回呢，菲律宾的态度这么的不好之下，中国大陆会以德报怨吗？还是会看清小马可仕的这个嘴脸，选择冷眼旁观？委员怎么看？我觉得中国大陆在国际外交上一定要分清敌我要分清好坏以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仕这一段时间的表现，中国没有任何理由去帮助菲律宾什么事情，就保持冷漠相待就好了那有人当然讲说菲律宾总统跟菲律宾老百姓没有关系。我跟你讲，国际政治很现实。你今天给了菲律宾老百姓，不表示那个政客就会转向，那你不是满脸豆花？中国大陆经常会让人家觉得说，为什么人家不怕你？因为你不会去分亲疏远近跟你比较近的如果哪一天发现说跟你比较远的拿得更多，他开玩笑，那当然以后就跟你保持距离了嘛所以要让什么你的对手怕你。要让你的什么好朋友怎么样亲近你，像你对这个巴西，这种态度那 OK 但是小马可仕的行为是非常恶劣，你要让菲律宾人有一种感觉，小马可仕不下台，我中国不帮忙。这个态度一定要摆得很清楚。当然不用公开去讲，就说你就很简单讲你们的小马可仕总统不太欢迎我们很想帮你忙，也不太方便，就这样就好了所以让这些菲律宾的民众去产生对小马可仕更严重的反感。因为小马可仕的行为已经恶劣到无法去形容的这个人整天正事不干，坏事干尽。那你去帮他这个忙干什么？那让这些受灾的人民更加痛恨他，这是对的那以前帮这么多忙，那以前的总统没有这样子对不对？以前总统不管好坏都还是以礼相待，小马可仕不是
你看那个脸，那个脸就根本像那个赌场出来的吸毒吸得很严重的人了，对不对？真的是这样。所以杜特地说他吸毒，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去当这种衰好人，懂吗？哦，千万不要以德报怨，好，一定要什么呀？现在这个世界国际政治上是什么？一报还一报，不还就不来。好，另外一方面，确实在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现在菲律宾的内部的人民对于小马可仕来说，是真的不满情绪持续的升温。尤其最近因为这个非常多的这个天灾人祸嘛，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防洪的经费高达180亿美元，结果竟然发生什么事情啊？换算是1兆披索都被官员给私下吞光了，小老百姓们气翻了。我们看到这张照片，所以他们就走上了街头做这个大游行，街头民众狂喊：“小马可仕，你快点下台吧！”网红也不断的在平台上面开炮。同一时间，军方内部又爆发了风暴。来看到最新消息，8名的退役将领，他们暗中要策动这个叫做柔性的政变，要求现任的这个参谋总长撤回对于小马可仕的支持，改为支持萨拉杜特地副总统。接下来怎么看这个政军的角力？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只是刚开始而已哈。这次虽然说是柔性政变没有成功，但是绝对后面会接二连三的来哈。但是这次来讲，我认为这个政变没有成功，倒不见得是这个他们的参谋长和参谋总长把这件事情压下来。我认为是美国在后面使力的关系，因为你注意到，他们要拥戴的是副总统哈，这个杜特地沙拉来担任这个总统，然后政变之后要拥戴沙拉是亲中的，这是绝对是美国没办法接受的。那当然，我相信这是背后一定是有美国力量把这件事情压下来。可是你美国能够压这次，你能够压下一次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我们看菲律宾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他在基层的民众，由于这次的天灾来讲的话，已经造成民众更大的痛苦哈。这个上兆披索的这个防洪的预算就这样子被贪污弄光了，然后刚好又紧接着发生了台风来袭，让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其实这次台风对他们来讲的话，除了说道路会被这个摧毁之外，在家里面这个被水淹掉之外，另外农田因为海水泡过以后，那农田也没办法收成了，所以民众生活是非常的困苦的。那另外来讲，这是民众。那如果说高层来讲，我们看到这个菲律宾政局来讲也一直动荡不安。最早沙拉也传出来，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原来两个还这个貌合神离的一起来竞选总统跟副总统。但是之后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又听到沙拉放出一个风声说如果说是他被暗杀死掉的话，他已经找好了这个杀手，要把这个小马可仕的表弟，也就是国会的议长，要把他干掉那也因为这个事情被弹劾，但是弹劾也没有弹劾成功了。可见的这个菲律宾的政局政坛高层来讲的话，还是彼此非常的动荡不安。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高层来讲你是这个人祸，老百姓接受的是天灾。那你想想看，这种政局，菲律宾政局怎么可以稳定下来呢？那如果说这次中国很明显，以前来讲，它都基于人道立场，会最率先提供伸出援手来帮助这些老百姓实施人道救援。但是这次来讲，由于南海之间的事情来讲，我觉得中国这次来讲就不会再这么快伸出援手。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菲律宾视为盟友的，不管是美国现在正在关门。这个政府关门，根本没办法处理这个援助的事情。对。然后这个日本这个500万的美金也卡在那边，这个没有立刻的救援。我们讲救灾一定是救急嘛，一定是在第一时间要伸出援手。那如果第一时间你没伸出援手，后续来讲就很难了。所以我觉得小马可仕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同时面临好几股的压力。对。那这次的政变，我觉得只是刚开始，后续来讲一定会有接二连三。那小马可仕会不会走向他爸爸的这种前车之鉴，就到最后被老百姓赶走，然后流亡到美国去？我觉得可能性很高的。好，所以接下来要观察到菲律宾的内部这个政变是否在持续的扩大。那尤其现在这个小马可仕的民调持续的下滑当中，他为了要救自己的声望，
现在似乎想要再继续打这个反中牌，于是呢，他就指控说，国内呀现在有亲中势力正在配合北京操作各种舆论哦。他还透过他的国会领袖公开喊话，中国大陆正在用社群干预菲律宾内部的政策，试图用这个外部敌人来掩盖目前国内发生的各种天灾人祸。这样子的一个策略，真的能救他吗？还是把菲律宾推向更深的深渊呢？那赖老师也觉得说，这个小马可仕可能会被政变下台吗？小马可仕这一次的操作效果不大了啊，因为大家都看到老百姓为什么站出来，老百姓自己也很清楚，网红也都很清楚，这次为什么老百姓都站出来反对小马可仕？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整个贪腐的集团的事件已经爆发开了，这个跟中国哪有关系啊？一点关系都没有。而贪腐到什么程度啊？是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它最主要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几个工程被发现有偷工减料，因为刚盖好，然后没多久怎么挖一个大洞的，结果一清查了以后啊，还有100多个就是幽灵工程，也就是有项目也有钱，但是没有人做，那钱也拿走了。那这个贪腐的情况就非常严重，而且呢都跟小马可仕有关，所以小马可仕的堂弟啊，原来的国会的议长也已经辞职下台了，因为都在被调查。这代表什么？老百姓的民怨啊，事实上是来自于小马可仕的贪腐，再加上这次的风灾来了以后，老百姓看得很清楚啊。过去杜特地的时代有灾难的时候，中国会伸出援手，而小马可仕他背后的靠山是美国，结果美国没有伸出援手。那也就是说，杜特地跟中国的关系很好，中国在菲律宾有灾难的时候会出来帮忙，而现在的小马可仕，菲律宾断绝跟中国的关系，跟美国好，结果美国并不会来帮忙，美国连自己的国家都不会帮忙的，怎么可能帮你这个国家的忙？在这样的情形下，你想想看，当小马可仕在操作这种仇中反中，然后说中国大陆介入菲律宾的内政，造成现在人民的愤怒，这是中国的阴谋，这套说辞讲不过去，菲律宾老百姓也听不进去，也听不下去，他觉得你太可恶了。那对大陆来讲，就是你可恶中的可恶，所以大陆怎么可能会伸出援手来帮忙？如果大陆这个时候再伸出援手来帮忙，大陆就被大家嘲笑说你就是一个乡愿。孔老夫子很早就有说，乡愿就是得之贼呀。这个孔老夫子几千年都已经告诫我们不要当乡愿，乡愿就是烂好人，不是假好人，叫烂好人。烂好人就是没有是非，没有标准，没有亲疏远近，这种叫做烂好人。那如果你要选择当烂好人，那你就作践自己，因为你只有让全世界人瞧不起你。我觉得大陆不会做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一次的情形下，大陆没有理由也不会伸出援手，但是小马可仕要操作。